终于官宣了，由肖战主演的谍战剧《谍报》上部封顶，还未开拍就已先热。今天官方发布的单人海报和剧情设定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该剧以民国南京为背景，聚焦地下党员任少白蛰伏5年的死期重启之路，通过虚实交织的叙事，展现了谍战博弈的惊险和信仰抉择的厚重。而这部剧它是有原著小说的，我已经看完了，非常的精彩。任少白这个角色真的太契合肖战身上那一种翩翩如玉、应风前、柴贝如今最少年的气质了。我真的看这个小说的时候，我脑子里除了肖战，想不到其他人可以来演这个角色，就是演员跟角色之间的一个契合度。虽然还没有拍出来，但是你看到这个角色的时候，我相信你脑子里印的一定是他这张脸。报上部封顶的剧情，在我看来就是一个从休眠到豪赌的生死棋局。任少白出身名门，毕业于黄埔军校，却因为目睹国民党的腐朽而投身革命。然而唯一的上线牺牲之后，他成了失去联络的休眠者，表面混迹官场吃喝玩乐，实则内心困于毫无意义的虚度。说实话，我真的现在脑子里已经在想肖战民国贵公子纸醉金迷的那种场景了。他的身上就是有那样的一种气质在的。然后他冒险发送密报，故意让国共双方起火，以暴露身份来激活了自己这一枚死棋。这一举动也拉开了剧情的序幕。任少白借机接近情报核心，周旋于南京政府与地下组织之间，策反关键人物，保护情报网，最终以多米诺骨牌式的谍报影响了整场战局。史的历史为骨架，如南京城的人文风貌、国民政府情报机构的斗争，同时虚构了任少白这一个复杂的角色，去凸显了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跟抉择。原本的故事情节已经非常的精彩了，我简直不敢想象由郑武加上肖战共同创出出来的剧集到底有多好看。我觉得对于肖战而言，任少白这个角色应该是他演技转型的一个重要尝试，因为他就不是传统谍战剧当中伪光正的一个英雄，他出身显赫，母亲可以直通宋夫人，却因为信仰背叛了自己的家族。他圆滑世故，擅长和稀泥，他声称革命是为了更好的活着，拒绝盲目牺牲，但又在关键的时刻以命为助，去激活了自己的一个身份。这种矛盾性让他成为了一个优雅的疯子。面是精灵纨绔，墨镜西装，官印袅袅，内里是清醒的理想主义者。冷峻的谋略下藏着一颗重塑信仰的热血之心，那就意味着肖战要在松弛跟紧绷之间来回切换，既要演绎公子哥的风流倜傥，又要以细节的表演来传递潜伏者的一个警觉。好像今天海报当中福镜的动作从容与墨镜反光的杀机构成的张力，非常考验其演技层次。角色需要外露的痞气和内敛的锋刃并存。面对同僚时，他是插科打诨的一个科员，而独处时，他是要展现谍报者犹如鹰隼般的那种锐利的。所以肖战他肯定是要去把这个角色吃透了，去把握台词上的机锋呀，同时以肢体的语言去塑造这个角色的一个多面性。此外，大家想一想，5年蛰伏的一个迷茫和重启任务时的孤勇，他肯定是要在很多戏份当中去传递深层的一个情绪的。这对演员的一个微表情的控制和细节的表演都提出了极高的一个要求。但是他是肖战，我相信他一定能够消化得很好。所以说我真的迫不及待，这部剧能不能新的快点拍，快点拍。谍报上部封顶，以休眠者的视角重构了谍战叙事，摒弃了套路化的卧底成长线，转而探讨重塑信仰和个体的一个觉醒。任少白这个角色的复杂性、剧情的一个历史记感，以及肖战的一个出演，共同构成了一个创新的一个底色。如果剧本能够延续原著的紧凑剧情，并且深入挖掘角色的弧光，或许这部剧能够成为谍战奇才这一个行列的又一个标杆之作。终于官宣了，由肖战主演的谍战剧《谍报》上部封顶，还未开拍就已先热。今天官方发布的单人海报和剧情设定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该剧以民国南京为背景，聚焦地下党员任少白蛰伏5年的死期重启之路，通过虚实交织的叙事，展现了谍战博弈的惊险和信仰抉择的厚重。而这部剧它是有原著小说的，我已经看完了，非常的精彩。任少白这个角色真的太契合肖战身上那一种翩翩如玉、应风前、柴贝如今最少年的气质了。我真的看这个小说的时候，我脑子里除了肖战，想不到其他人可以来演这个角色，就是演员跟角色之间的一个契合度。虽然还没有拍出来，但是你看到这个角色的时候，我相信你脑子里印的一定是他这张脸。报上部封顶的剧情，在我看来就是一个从休眠到豪赌的生死棋局。任少白出身名门，毕业于黄埔军校，却因为目睹国民党的腐朽而投身革命。然而唯一的上线牺牲之后，他成了失去联络的休眠者，表面混迹官场吃喝玩乐，实则内心困于毫无意义的虚度。说实话，我真的现在脑子里已经在想肖战民国贵公子纸醉金迷的那种场景了。他的身上就是有那样的一种气质在的。然后他冒险发送密报，故意让国共双方起火，以暴露身份来激活了自己这一枚死棋。这一举动也拉开了剧情的序幕。任少白借机接近情报核心，周旋于南京政府与地下组织之间，策反关键人物，保护情报网，最终以多米诺骨牌式的谍报影响了整场战局。
的历史为骨架，如南京城的人文风貌、国民政府情报机构的斗争，同时虚构了任少白这一个复杂的角色，去凸显了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跟抉择。原本的故事情节已经非常的精彩了，我简直不敢想象由郑武加上肖战共同创出出来的剧集到底有多好看。我觉得对于肖战而言，任少白这个角色应该是他演技转型的一个重要尝试，因为他就不是传统谍战剧当中伪光正的一个英雄，他出身显赫，母亲可以直通宋夫人，却因为信仰背叛了自己的家族。他圆滑世故，擅长和稀泥，他声称革命是为了更好的活着，拒绝盲目牺牲，但又在关键的时刻以命为助，去激活了自己的一个身份。这种矛盾性让他成为了一个优雅的疯子。面是精灵纨绔，墨镜西装，官影袅袅，内里是清醒的理想主义者。冷峻的谋略下藏着一颗重塑信仰的热血之心，那就意味着肖战要在松弛跟紧绷之间来回切换，既要演绎公子哥的风流倜傥，又要以细节的表演来传递潜伏者的一个警觉。好像今天海报当中福晋的动作从容与墨镜反光的杀机构成的张力，非常考验其演技层次。角色需要外露的痞气和内敛的锋刃并存。面对同僚时，他是插科打诨的一个科员，而独处时，他是要展现谍报者犹如鹰隼般的那种锐利的。所以肖战他肯定是要去把这个角色吃透了，去把握台词上的机锋呀，同时以肢体的语言去塑造这个角色的一个多面性。此外，大家想一想，5年蛰伏的一个迷茫和重启任务时的孤勇，他肯定是要在很多戏份当中去传递深层的一个情绪的。这对演员的一个微表情的控制和细节的表演都提出了极高的一个要求。但是他是肖战，我相信他一定能够消化得很好。所以说我真的迫不及待，这部剧能不能新的快点拍，快点拍。谍报上部封顶以休眠者的视角重构了谍战叙事，摒弃了套路化的卧底成长线，转而探讨重塑信仰和个体的一个觉醒。任少白这个角色的复杂性、剧情的一个历史记感以及肖战的一个出演，共同构成了一个创新的一个底色。如果剧本能够延续原著的紧凑剧情，并且深入挖掘角色的弧光，或许这部剧能够成为谍战奇才这一个行列的又一个标杆之作。真的有被这段话给气到。考虑到部分粉丝属性特别严重的电影在预售开播阶段冲得非常的猛，而预售对于排片参考的价值其实是有所降低的。什么时候说这样的话这么理所当然呢？我想请问呢，粉丝难道不是消费者吗？那既然是消费者的话，消费者花自己的钱看电影，这是不是合情合法合理的？而那些所谓的利用自身的影响力签所谓的排片协议来强制排片的，难道才是合情合法合理的吗？那个在我看来不就是恶意的一个竞争吗？一个是合情合法合理的自愿消费，一个有可能涉及到恶意竞争的排片，触犯法律的。我想二者选谁，观众们其实内心孰对孰错真的是一目了然。难不成人家粉丝量比你大，购买力比你强，这也是错的啦？更何况中国的电影近几年来真的是比较低迷的一个状态，如果资本再这么恶意的搞下去的话，在我看来中国的电影真的要完蛋。更遑论《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而徐克导演的功力放在那儿，众多演员的演技也都放在那儿，大家不要去在背后搞这种我们所谓的阴招了。大年初一走进电影院，观众会告诉你们谁好谁不好，不用去你来给我们背书，观众的眼光是雪亮的，所以不要再去搞这些所谓的对吧排片。如果你们真的想要追求公平，那最简单，大年初一、初二、初三，我们把所有的片子平均一下，排片量一致，大家在同一的起跑线。但是你们敢吗？我想说，好，其实今天呢，只不过是被这段话气到了，但是我也希望呢，中国的电影市场真的能够朗月清风，还我们观众一个比较祥和的观影的一个氛围。毕竟观众是有自主的选择权的，我们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就是刚刚看完《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就是迫不及待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好看。刚开场的10几分钟，简要的去叙述了一下前面的一个剧情，就一下子把你拉回到了那个武侠世界里面。就是 BGM 一响，武绝登场的那一刻，就是真的有点飙泪的那种感受，就是想要说一句武侠久违了。情走向大概分了几条线，有情感的，有战争的，有武侠的。然后情感线这方面大概有3条线，一个是郭靖跟黄蓉的这条线贯穿始终，然后黄蓉跟华筝这条线，还有那个郭靖跟华筝这条线。其实这几条线真的既搞笑又感人。然后我不能剧透太多，大家一定要去看，特别是郭靖的妈妈跟郭靖2个人之间的那条线，虽然是寥寥的几个画面，但是真的完全透露出了原著当时给我看到时候的那种震撼感。武侠这条线一上来
真的不愧是徐克导演的那种熟悉感，那种武侠感真的太浓厚了。一个是丐帮，一个是以吸毒为首的那一小波团体。吸毒那一边是真的有点子搞笑的，特别是当他说险胜那一句的时候，全场哗然，笑声不断。而且那几个反派之间的我们说明争暗斗，那种小九九打出来的时候，就是非常熟悉的江湖感。而丐帮那一块的义气，包括他们说话的方式，特别是预告片当中出现的那一句郭靖要一个人面对蒙古大军了，面对自己友人和他们需要帮助人时候的那种义气，没得话说。我今天看到有人吐槽说郭靖跟欧阳锋的对打全部都是什么特效，但是我跟我先生一起看的时候，我先生看到这一块的时候，他是非常的激动的，因为在他的那种武侠世界当中，郭靖这种天下第一的人，他其实九阴真经使用的其实就是内劲，就是内劲的人是不可能去近身肉搏的。所以说，如果你们想看近身肉搏，在这样的一种我们说高手的对决当中是完全看不到的。借由我先生对于这个武侠的武功等级的一个理解，九阴真经练到最后，郭靖的这种境界应该叫做刚劲。就是懂的人可以去搜索一下，反正我看他的那个兴奋劲儿，我是真的能够理解为什么这部片子这么成功的，因为这就是男生眼中的武侠，一个天下第一应该能达到的一个境界。战争片这一边，我是真的感受到了什么叫做金戈铁马，就是蒙古军作战的那种飞马射箭的场景，真的是太燃太震撼了。我只能说，这种大场面，徐克导演真的是手拿把掐，看得非常的过瘾，就是让我在这部电影的最后那场阵都列好了，然后这个战争没有起来，我竟然会有一种意犹未尽的那种感觉，就是真的一定要自己去看这个片子，一定得自己亲身入场，你才能感受到它的好。而我也理解了为什么这部片子叫做侠之大者。郭靖从初入江湖的小侠，到最后对战时战胜欧阳锋，然后以一身之力劝诫可汗退兵的那一块，就升华到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那一段真的是让我看得非常的汗毛起立的那一种，就是我没有想到这部片子的反战的内核会这么重。我本来以为它就是一部武侠片，但是它的利益上升的这么高，我就完全能够理解了金庸先生当时在那样的情境当中写出这样的一本书和这么一个故事的真正的内涵的含义在哪里。这一点尤其体现在郭靖后面跟托雷还有他的师傅三个人的那段对话当中，其实任何人都不想战争，天下的和平才是众望所归。这一点我真的特别佩服徐克导演，又借由一部武侠片将反战的内核完全展露了出来。而郭靖最后用一生去守卫这个家国的和平，也是真的让我特别的佩服。不是拉踩真的就是比有一段时期宫崎骏老师的动画一味的躲避战争更让我能够理解反战的内核，并不是拉踩这里，只不过我更佩服这样的直接表达而已。而黄蓉也从一个刚刚初入江湖古灵精怪的小姑娘，在见证了战争之后，成长成为了一个富有侠义跟责任精神上的真正的一个侠女。其实这一块的改，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喜欢的个人。实话，在郭靖跟黄蓉这条线上，我是没有想到徐克导演这个人这么会拍浪漫的情节，无论是黄蓉找到郭靖时那个风车的那个倒影，还是最后郭靖找到黄蓉时的那个方法，真的让我感受到了真正的侠侣之间就是能够做到心意相通的。然后网上有人说郭靖、黄蓉和华珍是三角恋，我想说这个人压根儿就没有看过电影，因为就看华珍跟黄蓉的那段对打，两个姑娘都非常的有自己的立场，而且两个人都知道对方要的是什么，非常之清醒。所以网上的那些评论真的不能够去轻易的相信，一定要自己去看一看，你才知道这部片子到底讲的是什么。而且我现在特别认可网上说的一段话，黄蓉的俏并不是说她长得漂亮，而是指的是她的心灵的那一种机智跟巧妙。她其实机智如她是知道郭靖在做的这个事情，其实在很大部分人眼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很开心的就是以往的片子都是在告诉我们郭靖为什么会喜欢黄蓉，而这部片子讲了黄蓉为什么会喜欢郭靖，他是第一个能够看清郭靖本质的一个人。因为喜欢郭靖，但是更因为看到了战争对于百姓的屠戮，所以说黄蓉愿意支持郭靖这一个在很多人看来不切实际的一个梦想。两个人携手35年，最后换得了在《神雕侠侣》里面的最后一句话的结局，不得让人感叹，这才是真正的侠之大者。彩蛋也非常的精彩，整场所有人都在驻足，直至整个片尾播完。真的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电影了，故事完整有趣，场面恢宏，高潮精彩，艺术性强的同时，它的精神内核还如此的充沛。我知道徐克导演非常的会拍会创新，但是我没有想到会拍的这么好，就是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那个好。而且肖战的演技可圈可点，我先生一个不关注娱乐圈的人，他都在说这个男生演的真好，将郭靖的憨厚正直演得非常的淋漓尽致。就是在我们所有人眼里，在我跟我先生的眼里，起码郭靖从来都不是笨，他是真的忠和正直。说句实话，在我看来真的算得上
东方史诗级的战争巨制大作了，业内的真的可以过来看一看。就是我整个看完就是意犹未尽，所以没有看的真的要去看，我真的就是迫不及待的跟大家分享。好，相信我，冲吧！这2天，因为我帮《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说了2句话，因为我是真的特别喜欢它的立意跟内核，然后我的后台跟评论就被各种冲了，在过年时节，甚至带着全家在这儿骂脏话的那一种，我是真的挺生气的。最简单的一个问题，我也是真金白银买的票，然后去看的这部电影，就允许你们可以发表评论，然后我就没有资格发表评论，是吗？这个世道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了呢？我一直就在强调，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大家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是我是真的没有想到做剧解博主到现在会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发表了一下我自己的观点，竟然在春节档的这个期间会被问候全家，真的让我觉得看剧看电影，咱们国人的素质已经低到这个地步了吗？就已经不允许别人跟你们有不一样的意见了，这真的非常的可怕。还有人上来就给我摁头是肖战的粉丝，我是一个剧解博主，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我解说一部剧，那我就是那部剧主演的粉丝了呢？这个行为就非常的幼稚且可笑。一部宣传着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主打一个希望天下太平百姓安乐的一种精神跟主旨的剧，被黑成这种样子也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其实我一直在强调，你们一定要去看一看郭靖跟大喊说的那段话，以及郭靖跟托雷跟他师父说的那段话，完全符合我们现在主流的一个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论你是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天下太平才是众望所归。而这样的一部电影现在遭受到了这样大的一个恶意，也是我没有想到的，并且帮他说话的人，或者说认可他这样主旨利益的人，都要被顺带被踩被黑，简直让我觉得匪夷所思。当然了，新年我也不希望跟大家有这样的口舌之争，我再一次强调，每个人看剧都有自己的观点跟看法，你有你的，我有我的，但是不能因为我的立场跟你不一样，你就有资格来批判我。这个世界大家都是公平的。 OK， 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什么是武侠？曾经的我看武侠看的是打打杀杀，觉得就是要骑最骏的马，喝最烈的酒，耍最快最帅的剑，与兄弟和知己策马扬鞭，仗剑天涯。后来看武侠，我发现江湖跟武侠也不仅仅只有刀光剑影，它也可以是卧虎藏龙的竹林里的一场醉梦。李慕白和于秀莲站在那里，哪怕不言一句，也可以让我心酸一整场。它也可以是笑傲江湖里风里飞舞的刀与剑，是东方不败和令狐冲不知对方身份的惺惺相惜，在湖里的一场豪饮，却也让我铭记了很多年。而它更可以是新龙门客栈里残阳如血下大漠里的那一道孤寂的背影。而正是因为这些故事，也让我真正懂得了什么是武侠。武是指你的能力，而侠指的是你的态度和你对这个社会的责任。所以说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了，金庸老爷子笔下的江湖，从来不仅仅只有表面所呈现出来的刀光剑影，而更多的是时代巨浪之下个人命运与家国情怀的缩影。而这一点，在《射雕英雄传》上面尤甚。1957年的香港尚在英国的殖民统治当中，而大陆已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蓬勃发展。那这个时候，香港的处境其实跟《射雕英雄传》当中的郭靖一样，身世飘摇。而金庸老爷子在这个时候推出《射雕英雄传》这样的一部作品，他真的不仅仅是在讲述一个刀光剑影的江湖，它是时代巨浪下的一个缩影。它其实是在殖民语言当中去塑造我们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的一个自信。而《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如果你只看到了郭靖找黄蓉，认为它是一个恋爱片的话，我想说你压根儿就没有读懂过金庸老先生想要传达的利益，也没有看懂为什么徐克导演要选择34到40章节来拍出这样的一部作品。因为郭靖找黄蓉的过程，实则是郭靖对于自己身份认同的一个成长史。电影的初始，黄蓉问靖哥哥，你为什么要到中原来学武功？而这也是郭靖一直想要寻求的一个答案。他可以留在草原做他的金刀驸马，他也可以在江湖上面逞强扶弱，仗剑天涯，但是最后他却选择了死守襄阳。而这一切的成长，其实在这部电影当中，徐克导演用镜头明确地告诉了我们，每一次寻找黄蓉的时候，镜头所给到的都是战争给百姓带来的流离失所、满目疮痍。而在一次又一次踏上寻找黄蓉的路途当中，郭靖一次又一次去坚定了自己将来要走的路。是的，
他要做为国为民的那一个人。因为郭靖明白了，我学武并不是来说要杀很多的人，学武是用来保护自己想要保护的人和事物的。当时大汗问郭靖，是不是我应该给你取一个蒙古的名字？但是郭靖说，即使我有了蒙古的名字，但是我也不会忘记我的美名叫郭靖。这一刻，他明白了自己的使命，也明白了自己学武的初心跟最后的宿命。有很多人嘲笑《侠之大者》当中的郭靖用嘴炮劝退了大汗，但是你们真的看懂了他跟欧阳锋的最后一场交战吗？也真的看懂了他最后对于大汗说的那一段话吗？恩威并施放在这里太适合不过了，而这也是我国最常见的一个外交手段。他在很明确地告诉大汗，我有能力取你的性命，但是你与我有恩，我不可能杀你。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有这样的能力，我学武并不是为了简单的杀戮，我希望的是天下大同。习武终点是这一个。他对大汗说，你杀了那么多的人，脚下累累的白骨，流了那么多的血，侵占了那么多的国土，又有何用？你一旦死了，那草原既张驯鹿，混乱。而这一切并不是你所想的。而如今我郭靖站在这里，我用我的武力告诉你，你想要侵占南下，是不是要先问过我？那一句想要从这里过去，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从来就不是一句细语，是对自己武力的一个自信，同时也是对当下时局和战局的一个把控。都说郭靖他愚他傻，但是他并不是真正的愚笨，也不是真正的傻，他只是勤奋跟执着。他认定了的事情，无外乎咱们就性命一条，死就是死了，为了国家而死，为了心中的那种侠义而死，他甘愿而已。这才是这部电影想要真正表达的东西，家国天下才是武术的终点。而这一刻的郭靖，从一个对于学武迷茫的武者，真正成为了一个顶天地立、为国为民的大英雄。我国的历史上，这样以一己之力对抗千军万马的人还少吗？而这种为国为民的情怀，不恰恰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一生所在追求的东西吗？侠义和家国这两个词早就深深地烙在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当中。为了侠义，为了家国，我们可以抛头颅洒热血，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也是我国得以源远流长的一个民族根基。而《射雕英雄传》真正做到了将侠义与家国刻到了骨子里。你让我为什么不能够为这样的电影发声和说话呢？我们中国的电影市场苦武侠久矣，苦真正的武侠久矣。而《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我看了很多人的影评，很多小朋友看完了之后，他们在学郭靖，他们在认真的研究武侠，而这不就是侠义与家国这种文化的一种传承与发扬吗？这样的一部电影为什么要黑它呢？对，我承认它的情节上面有不连贯的地方，因为为了过审删减了一部分的东西，但是瑕不掩瑜啊，这样的一部作品，这样的一部核心价值观的作品，为什么不去推荐呢？让四海终战，让天下苍生都能过上太平的日子，这才是天下的大道。而徐克导演的这部《侠之大者》完美的诠释了这样的一个核心跟立意。它的确是武侠的一个理想主义，这样的一个理想主义真的很美，但是也真的很苍凉，因为我们知道现实要去实现它真的很难很难，而我们的国家不真正的在践行这样一个很难的理想主义嘛？达则兼济天下，不管是一带一路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都在努力的做着践行着，而武侠也从来都是给我们成年人看的童话。因为我们知道现实的世界里不需要侠客，而是非对错善恶也不是那么容易去界定的，但是我们需要侠客，我们需要这样的一种精神去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去坚信这个世界是有正义的，这个世界是总有一天有那么一部分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所以我真心的希望这部片子能够得到一个客观公正的对待。这2天直播了很久，跟很多人去讲了很多，可能这只是我自己的一个理想主义，但是我希望这样的武侠片更多一点，再多一点，让这样的一种家国和侠义的精神传递得更久远一点，仅此而已。竟然有人在唱衰徐克导演晚节不保，真的惊了。徐导的电影宇宙向来都是先破后立，从新龙门客栈到狄仁杰，每一部片子上映接踵而来的就是清一色的差评话术，
一成不变，没有丝毫新意。而《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这么一部被人民日报跟着接连报道多天的片子，一部讲着独属于中国人心底侠义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色的武侠片，在很多影院的排片我就不去谈了，它甚至连一张海报都没有，而我也是披星戴月把它给看完的。其实徐导这一辈子都走在爆改的路上，矢志不渝。1993年《青蛇》上映的时候，票房惨不忍睹，而林青霞版本的《东方不败》更是把金庸老爷子给气得不要不要的。《龙门飞甲》当时的票房是4.5个亿，《智取威虎山》是8.8个亿，而在当时这些电影也是被清一色的说不好看，而如今却成了很多人眼中的经典，甚至于现在被大家奉为圭臬的83版的《射雕英雄传》，在当初上映的时候，其实也是被吐槽毁原著的。所以说，《侠之大者》这部片子5天5个亿，真的有那么差吗？我刷到了很多人的好评，而不是网上清一色的无脑黑。如果你真心的去看了这部片子，你说出自己的观点，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接受你的观点，因为武侠在每一个人的眼中都并不是千篇一律的，更何况现如今的武侠本来就走在新旧交替的一个路上，我们从来怕的都不是一部电影有争议，而是怕的有人处心积虑的无脑黑，从而致使武侠片在这个市场上真的沉寂下去。所以我也坚信着这部片子是骡子是马，是经典还是垃圾，时间自会告诉我们答案，不需要去争议太多。我相信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独属于自己的武侠，独属于自己的金庸，独属于自己的郭靖。然后我要奉劝那一位来我的直播间每天打着统一的话术，试图挑起各个电影之间的纷争，然后在我的评论区发着我录屏30秒都刷不完的不可见评论，在后台私信我，辱骂我全家并和我个人的那些人，真的没必要。我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利用自己课余时间去分享一些我自己喜欢看的影视电影的人，没有动到任何人的蛋糕，你们不需要那么的着急，我也没有收任何一方的钱，我只是简简单单的发表自己的观点跟看法，然后也没有必要急着给我安上某个明星的粉丝的那个头衔，因为你安了也没用啊。我相信懂我的人，真正去了解过我主页的人，不会被你们这样的带节奏。如果他们真的是这样被带节奏了，我也只能想说，见仁见智了。而有关于那些后台私信的内容，我并不是不想展示给大家，而是那些截图，我但凡在评论区发一下，咱们的抖音爸爸就会把它直接给屏蔽掉。而为什么屏蔽掉？你们想一想，那些内容到底是什么呢？大家心里应该都很清楚了吧。从我发第一条有关于《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的视频的时候，就有这么一群人突然跳出来给我摁头是肖战的粉丝，并且开始了各种辱骂。你说你摁头粉丝就算了，那辱骂是几个意思呢？我得罪你了吗？骂我干什么呢？还是真的像他人所说的一样，你就是专业的黑水，辱骂我可以提升你的 KPI？ 还是说你的人生价值就是在辱骂他人来获得优越感了呢？更有甚者，直言不讳，你说《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好就是不行，你说肖战演郭靖演得好也都是不行。而这一刻，哪吒一当中的那一句“人的偏见就是一座大山”，真的在现实当中具象化了。我想对这一部分人说，哪吒你看了，道理人家也教你了，你嘴上也是这么喊着口号的，但是你真的是不干人事儿啊，双标的很。还有不少人拿我之前说排片的事情来攻击我，此时此刻我依旧坚持我之前的观点，排片就是有问题的。你们所谓的那一些因为你票房差所以排片差的这种话术，在我这边压根儿就没有办法说服我，因为有果硕因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逻辑。排片直接关系票房是所有人都认可的一个结果，更何况这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大年初一，我们这边的蓝海的 IMAX 的排片只有2场射雕，一个是早上的9点多，一个是晚上的22点20分，而我本人看的是晚上的那一场。而在反观于其他的排片，对，我认可你影院也需要挣钱，但是在大年初一这样一个我们说繁忙的档口，侠之大者你给他的排片只有2场，你跟我说这是合理的吗？更不要去说网上大家所贴出来的强制退票和各种在播放过程当中出现故障问题，这些东西目前为止只针对了侠之大者，你跟我说这些都是偶然吗？还有一部分黑水真的是孜孜不倦的拿着相同的话术，在我的评论区，在我的直播间，在我的后台私信不停的蹦跶，说这样的一个票房是不是《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就是一个烂片？我想说，作为一部偶侠片，《侠之大者》真的
这样的成绩已经算是非常好的了，它真的没有您所认为的那么差。再来借由郑晓龙导演的一段话给你讲一讲，什么叫做好看的电影跟好电影。好看的电影跟好电影从来就不是一回事，每一个人的心目当中都有一部他特别喜欢的电影，每一个人对于电影的看法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喜欢艺术电影，有的人喜欢商业电影，而商业电影当中，有的人喜欢动作片，有的人喜欢喜剧片，有的人喜欢科幻片，有的人喜欢武侠片，等等等等。但是好的电影从来都不是你的喜好能够决定的，好电影那就是经历过大浪淘沙，历史把它留下来的，那才是优秀的电影，那才是好的电影。获奖的电影不一定是，有票房的电影也不一定是。固然获奖跟有票房很重要，但是好的电影这两者都不重要。一句话简单的总结一下，好电影与票房与奖项无关，是由历史时间来证明的。这不由得让我想到了《大话西游》、《青蛇》、《梁祝》、《笑傲江湖》，包括《蜀山传》等一系列的电影，当初上映时票房都很惨淡，骂声一片，而如今却被很多人奉为圭臬的电影。所以说你们所谓的票房差就约等于烂片，在我这里也不成立，明白了吗？甚至有人大言不惭指点江山，说徐克不应该选这几个章节来拍摄。其实回顾以往的射雕的一个影视作品，会发现很多导演跟编剧都是比较偏爱前中期的一个情节的，而真正的回归原著，这后几章才恰恰是射雕情感跟价值的一个高潮。但是在以往的作品当中，往往都是没有被深入发掘，或者说就是简单的一笔带过。而徐克导演选择这一部分的故事来做电影的主轴，不仅仅让观众们耳目一新，而且把这个故事应该有的史诗气质展露无遗。他将江湖又升格到了更大的视野，就像片中黄蓉所说的，战争比江湖可怕多了。而武侠之所以迷人，从来并不止于他武学和拳脚之间的生父，更是对于侠义内核的一个反复探讨。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正是金庸给郭靖贴的最醒目的一个标签。《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正是将这样的侠义与家国诠释的淋漓尽致。所以那一些叫嚣着侠之大者是烂片，徐克已经江郎才尽，晚节不保的人，我只想说，真的是互联网里的瓜吃多了，什么瓜都吃，忘记了什么才是现实当中做人的一个底线。在屏幕里的键盘踩多了，什么都是一键复制粘贴，忘记了自己真的动动脑子，睁开眼去看看，好吗？电影从来也不仅仅只是供人娱乐和消遣的一个艺术产物，它还承载着一个国家当下这个时代想要传递的精神和主流核心价值观念。而《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即将在全球上映，就已经能够说明它的价值观和内核是值得我们更多的人去看到的。所以什么叫做好的电影呢？大家可以真的去思考一下。